大家好，我是杨堂主。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感爆棚，但又总被大家忽略细节的狠角色——吐蕃王朝。就是那个和盛唐300年相爱相杀，把文成公主娶回家，又把长安都给占了的青藏高原霸主。你可能会问，吐蕃不就是现在的西藏吗？没错，但在1400年前，这可是个能和唐太宗叫板，跟唐玄宗掰手腕，甚至在安史之乱后趁火打劫的超级强国。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这个高原帝国从崛起到覆灭的全过程，保证幽默犀利有深度，让你看懂吐蕃200年的疯狂与毁灭。话说在公元7世纪初，青藏高原还是个部落林立、互相掐架的蛮荒之地，有点像咱们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。直到一个叫松赞干布的年轻人横空出世，这一切才彻底改变。松赞干布13岁继位，一上台就面临着父亲被毒杀、国内叛乱四起的烂摊子。换作一般人早就吓尿了，但这哥们儿是个狠人，他先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定了内部叛乱，然后把那些不服管的部落一个个收拾得服服帖帖，统一了整个青藏高原。公元633年，松赞干布正式建立吐蕃王朝，定都罗歇，也就是今天的拉萨。这相当于在雪域高原上诞生了一个秦始皇级别的人物。他做了几件影响深远的大事：一、创立文字，这绝对是功德无量的事。松赞干布派大臣吞弥、桑布扎去印度学习，回来后创造了藏文，结束了吐蕃无文字、靠结绳记事的原始状态。二、制定法律，颁布了10善法律，规定了杀人、盗窃、奸淫等行为的惩罚措施，让吐蕃从部落联盟变成了法治国家。三、改革官制，设立了大相、副相、内大相、整事大相等官职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体系，把权力牢牢掌握在赞普吐蕃国王的称呼手中。中国西藏藏语言文字网。四、引进佛教，松赞干布迎娶了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，两位公主都带来了佛教经典和佛像，从此佛教开始在吐蕃生根发芽。说到文成公主，这绝对是吐蕃和唐朝关系的高光时刻。公元641年，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，这不仅是一场政治联姻，更是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输出。文成公主带去了中原的先进技术，农耕、纺织、建筑、医药、天文、历法。可以说，吐蕃的文明进程至少被提前了100年。但你以为松赞干布是个只会和亲的软柿子？错，他可是个胡萝卜加大棒的高手。在娶文成公主之前，他还曾2次出兵攻打唐朝的松州（今四川松潘），就是想给唐太宗一个下马威，告诉大唐我吐蕃不是好惹的。最终唐太宗权衡利弊，才同意和亲，这才有了文成公主入藏的千古佳话。松赞干布死后，他的儿子芒伦芒赞继位，但这孩子太小，于是吐蕃的大权就落到了大相噶尔东赞玉宋，也就是禄东赞手里。这禄东赞可不是一般人，他就是当年去长安求亲，用智慧解答了唐太宗6道难题的那位大神，堪称吐蕃版的诸葛亮。禄东赞和他的儿子们，尤其是论亲陵，开启了吐蕃疯狂扩张的黄金时代。他们向南征服了尼泊罗、尼泊尔，向西控制了丝绸之路，向北吞并了吐谷浑、青海地区，向东则不断蚕食唐朝的边境。最牛的是公元670年，
论亲陵在大飞川之战中，把唐朝名将薛仁贵率领的10万大军打得全军覆没。这可是唐朝开国以来对外战争中最惨痛的失败之一。从此，吐蕃在西域地区的势力越来越大，甚至一度切断了唐朝和中亚的联系。噶尔家族专权长达50年，几乎把吐蕃变成了他们家的私有财产。但功高震主这个规律在哪儿都适用。到了公元698年，吐蕃赞普都松芒波杰终于忍无可忍，发动政变，诛杀了论亲陵，结束了噶尔家族的统治。不过，这也为后来吐蕃的内乱埋下了伏笔。吐蕃和唐朝的关系简直就是一部年度情感大戏，时而甜蜜如胶似漆，时而大打出手，时而又坐下来喝杯茶聊聊人生。除了文成公主，公元710年，唐中宗又把金城公主嫁给了吐蕃赞普赤德祖赞，进一步巩固了救生之国的关系。金城公主入藏后，继续推动唐波文化交流，甚至把毛诗、礼记等儒家经典都带到了吐蕃，让中原文化在雪域高原进一步传播。但和平总是短暂的，吐蕃和唐朝在边境上的冲突几乎就没停过，尤其是在安西四镇（今新疆地区）和剑南（今四川西部）一带，双方你来我往，打得不亦乐乎。最夸张的是，公元763年，安史之乱刚结束，唐朝国力空虚，吐蕃趁机出兵，竟然一举攻占了长安。虽然只占领了15天就被赶了出去，但这足以证明吐蕃当时的军事实力有多强悍。不过打了100多年，双方都打累了。从公元783年开始，唐波双方开始频繁会盟，试图解决边境争端。直到公元821到822年的长庆会盟，双方终于达成共识，立下了著名的唐波会盟碑，上面写着患难相续，暴掠不作。这块碑至今还矗立在拉萨大昭寺前，成为汉藏民族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。吐蕃王朝的覆灭和一场持续100年的宗教战争密不可分，这就是佛教和本教的斗争。本教是吐蕃的本土宗教，有点像咱们的萨满教，崇拜自然、神灵和祖先。而佛教是从印度和唐朝传入的外来宗教。一开始，佛教只是贵族们的时尚潮流，但到了赤松德赞时期，公元755到797年，佛教开始全面取代本教的地位。赤松德赞是个狂热的佛教徒，他不仅修建了桑耶寺，西藏第一座正规寺庙，还请来了印度高僧莲花生大师，专门打压本教势力。他甚至规定，谁要是敢反对佛教，就把谁的眼睛挖出来。这手段够狠。但本教势力也不是吃素的，他们在贵族和民间都有深厚的根基，一直在暗中积蓄力量。到了吐蕃晚期，佛教势力越来越大，甚至开始干预政治。寺庙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，僧人不纳税，不服兵役，这让吐蕃的财政和军事都受到了严重影响。最关键的转折点出现在公元838年，朗达玛，也叫达玛乌东赞，继位成为吐蕃末代赞普。朗达玛是个坚定的本教支持者，他一上台就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，关闭寺庙，焚毁佛经，强迫僧人还俗，甚至杀害佛教徒。这场灭佛运动彻底撕裂了吐蕃社会，佛教徒和本教徒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顶点。公元842年，一个叫吉祥金刚的佛教僧人忍无可忍，在大昭寺前用箭射死了朗达玛。这一箭
不仅结束了朗达玛的生命，也敲响了吐蕃王朝的丧钟。朗达玛死后，吐蕃王朝彻底陷入混乱。他的2个儿子允丹和威松为了争夺王位，各自拉拢了一批大臣和贵族，爆发了长达20多年的内战。与此同时，长期的战争和宗教冲突让吐蕃的经济濒临崩溃，老百姓民不聊生。公元869年，一场大规模的农奴起义席卷了整个青藏高原，史称反上之乱。起义军不仅攻占了吐蕃的都城，还发掘了赞普的王陵，把王室和贵族们杀得片甲不留。到了公元877年，起义军彻底摧毁了吐蕃的统治体系。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高原帝国，在经历了200多年的辉煌后，终于分崩离析，分裂成了无数个小部落。从此，青藏高原再也没有出现过统一的政权，直到元朝时期才重新纳入中国版图。故事讲完了，最后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，这个能和盛唐硬刚200年的吐蕃王朝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向毁灭的。1. 内部权力斗争，从噶尔家族专权到朗达玛死后的王位之争，吐蕃的内部矛盾从未真正解决，一直处于分裂状态。2. 宗教冲突，佛教和本教的100年斗争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，还撕裂了吐蕃的社会结构，让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。3. 经济崩溃，长期的对外战争和寺庙的过度扩张，让吐蕃的财政入不敷出，老百姓负担沉重，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起义。4. 外部环境变化，唐朝虽然衰落了，但周边的其他势力如回鹘、南诏开始崛起，不断挤压吐蕃的生存空间，让这个高原帝国腹背受敌。吐蕃王朝的覆灭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一个国家无论有多强大，只要内部出现分裂，社会矛盾激化，再加上统治者的昏庸无道，灭亡只是时间问题。这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依然有着深刻的启示。好了，今天关于吐蕃王朝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，希望能让你对这个神秘的高原帝国有了全新的认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或转发给喜欢的朋友。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，谢谢。我是杨堂主，咱们下期再见。